Hello， 朋友们，我们今天来提我们的房车啊，因为有一些小的故障，但是呢 ，Van City 已经给我们完美解决了。然后我在他们这里竟然看到了几辆非常酷的房车，我带大家看一下，这辆房车居然要这么贵！看这车多酷，酷不酷？太屌了！哎，这是 Ram， 然后这个居然是塑料的，摸起来像，但是呢，它的这个整个车身和房车的车身是一体的。它这个房车啊，超级有劲儿，因为它的前面这个车头是5500的。我们上去看看。哇，这个是干嘛的？人家这是5500 Heavy Duty 啊，我们家原来那个是150，它能比吗？来，我们上来看看，这超酷的。我先给大家看看这个多少钱吧。2025年的 Hilt，48,888，50万美元这么一辆车，当然它是包括了车头还有车身啊。整个这个质感，摸一下这个质感，就是磨砂的质感，超酷哎！我们看一下这里边长什么样，哇，太帅了！它这里边的感觉就是既有皮卡的那种狂野的感觉，你看它这个挂档都是这么挂的，然后又有新车的那种科技感啊，它融合的非常好。然后它房车和皮卡是完全分开的，后边是房车，然后前面就是完全就是一个完整的皮卡。咱这，哎呦，我这老年人这个膝盖不行呢，还特高这个车，看看这个轮胎，帅不帅？它有没有点像咱们那个 Ice Explorer， 就是叫什么冰原车一样的那种轮子？它也是给架高了，架起来。我们进来看看这个房车里面是长什么样子，我好激动啊！其实它里边啊，这个空间非常非常的大，因为它这底下是皮卡吧那个头嘛，所以它这边做了一个升高的一个床，它是一个整个的一个大床，但是它这个床比我们那个房车上头顶驾驶室那个床就要高很多。那个呢，我感觉就只能放东西，但是这个就真的就是一个超级无敌大的双人床，然后还有梯子可以上去，感觉就是非常的舒适啊。有没有？这个睡成年人完全没有问题。然后看看这边哦，这边是什么？哦，这边是卫生间，这边是有一个小的洗手池，然后一个比较简易的马桶，上面是淋浴，那就是淋浴，所以是有点像 B 啦，还不错。它的 control section， 它的这个 screen 控制板。都看起来就是一看，就不管是它的做工还是它里面的这个程序啊，都非常的精致。因为它这个整个车的设计呢都是比较狂野的，因为它前面的不管是皮卡呀，还是后边这个房车设计的都是那种很 manly 的感觉，所以你看它这个墙壁的设计，居然是这种斑驳的感觉。我上来看到这个墙，我以为是生锈了，但是其实是人家的设计哦。看这个窗户怎么打开？哦，这样可以把这个窗户打开，不错不错。这是什么水池哦？不是电磁炉，这边整个是电磁炉，2个炉头，看着就是非常的新，因为它是2025年的。啊，这是可以直接放在上面充电的一个口，一个接触式的充电。这边就是直饮水，还有平时的生活用水。直饮水啊，人家肯定是底下是有各种，这都是啥呀？抽屉。它的这个装潢装修其实是我喜欢的这种木质的感觉，就简单简约，但是呢又不会觉得糊弄，就不会觉得像我们家那个房车一样，就感觉开着开着那个皮儿就要掉了那种感觉。这边是啥？哦，这边都是储物空间，它储物的这些抽屉，还有它的这些整个的一个感觉也是用铁还有木做的，就有点是那种轻工业风的感觉。这是个冰箱。然后这个冰箱的这个门，居然是这个样子的，就跟那种
饭店的那种。所以它这个卡的紧啊。对，所以它这个卡的紧，是这种拉扣的。微波炉里边怎么还有东西啊？我以为里边还有吃的呢。微波炉下面是什么？啊，下面是冷冻。其实它的这个冰箱的空间非常的大。哎呦，我好喜欢这个黑色的感觉，我好喜欢这个就是黑色和木色的搭配的这种感觉，颜色非常好。这个沙发肯定也是可以放成一个床的。就是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它是肯定可以把它架起来，然后弄成一个双人床的。所以这个是架桌子的。对，它是可以架桌子，然后也。你说它开的时候人能坐后边吗？可以啊，它这是一体的呀。对，它不是拖挂。对，它不是拖挂，所以人是可以坐在这里打个扑克啊啥的。这边是架桌子的，然后到晚上睡觉肯定也是可以放成一个床的。哎，我好喜欢这个，你看它麻雀并不小。里边的生活空间啊，它的这个过道的这个空间其实并不小，它没有伸缩，但是给人感觉它的整个布局还是非常合理的啊。这床垫子的感觉也非常舒服。我们刚才在外面一看着它就觉得哇塞，这个车也太酷了，我们一定要进来看一看，看看这是什么 ？Notice 哦，这是衣柜。你看它的这些衣柜啊，这整体设计啊，它就是有点像那叫什么有些那种 handyman 车库的那些架子呀的那些工具箱啊的那种感觉，就超级酷哎，这个真的是超级酷。但是这辆房车呢，价格也非常的酷哈，50万美元，50万美元。但是真的是我觉得就是一车顶所有，就你也不用担心说拖挂，也不用担心什么扩展啊什么的，而它整个车型非常的紧凑。它这个车最厉害的点呢，它是有越野的功能，不像我们那个车就是咱们那越不了野，我们越不了野，只能走平地。但是人家这个车从轮子从各种方面设计，它就是为了越野，它就是为了拖着这个去感受速度，感受越野，感受户外的那种感觉，就把这个户外体验感拉满。你看它这边一出来也是放鞋的，可以储物的空间。我就在房车上这两边就可以放2双鞋，然后这边就可以储一些杂物啊。我觉得在房车上能够储物空间非常重要。它这个梯子呢也是开门关门是自动的，我把门关上它就自动收起来，然后如果说把门开开它就自动开开，这还是不错的。这些都是这些应该都是储物空间了。你看它这做工啊，真的是很好，整个摸起来的手感就是非常重工的一个手感。你看人家里边那个储物的里边，感觉都特别好。这也是个大的储物，这个是打通到里边的，特别长，所以它可以放的比较大型的东西，比如说斜放2个那种露营椅啊，这种也可以。哇，这个感觉超棒哦！这个大轮胎太酷了，这个大轮胎太酷了，有没有？这个应该是可以挂一些什么 ，I don't know，maybe 自行车之类的东西吧，之类的，我也不懂。对于这种越野的车，我就不是很懂了。啊，超帅，超帅，好喜欢！人家这还是充着电的，它整个车的感觉啊，特别特别好。来，我们现在再去看另外一个。这个也是大卡车头，也很漂亮。我们上这个来看看，这个就有 slide， 哇，真漂亮！一走进来就是那种沉稳大气的感觉，有点像走进了一个 Class A， 就那种大型的房车。这个上面就是一个像我们驾驶室上面一样有一个床，这个床可以拿下来，然后也可以推上去。推上去的话，那整个这边驾驶室的活动空间就比较大。然后呢，这一边它是 slide out， 它是拓展出去的。所以呢，等它 slide out， 它中间的这个空间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大。这边是2个座位，也是可以这么手机放在这儿充电的，就很现代化，有没有？超级的现代化哎！
桌子是可以，就是前面开车，后面就在这儿可以喝个咖啡呀、喝个茶呀什么的，喝个饮料什么的，聊聊天。看看人家的这个岛台，看人家这个岛台上居然还有光带，而且是在内部的灯带哦，是在内部的灯带，这怎样？要蹦迪吗？在这里边？电视，大电视，洗手池，然后电磁炉。哦，这个微波炉好大哎。哦，这微波炉还是可以，这微波炉还是锁起来的微波炉。哦，这微波炉是要这样开，以免它在行车过程当中打开，所以它这个微波炉是锁起来的，是要这样才能关上。这边有一个吃饭的桌子，这个应该也是可以放成一个床的。就一般房车像这种桌子都是可以放成一个床，就以免比如说住了一起旅行的人比较多。来给大家看看这个，呵，这个锁，冰箱的锁是要这样打开的，这样的它才能打开。双开门冰箱啊，咱的双开门大冰箱，哇塞，真漂亮。这个冰箱放在家里，大小都不嫌小，放在房车里，然后是有一个手动的锁，底下就是冷冻。这边就是纯木质的、纯实木的啊，这不是贴板的。我们家那个房车是贴的板儿，复合板，然后人家这个是纯实木的啊。那卫生间空间非常大，这是一个单纯的就是一个卫生间。这些都是储物空间。我这个卫生间已经很大了，就是它的这个空间活动起来就是非常的宽敞。然后这里呢，哇，这里居然是洗衣机、烘干机。我第一次在房车上见到洗衣机、烘干机啊！我们就走进了主卧，很奇怪有没有在房车里面居然还分主卧、客卧和次卧？哎，这是一个，这叫什么1.8米双人床啊！这双人床就很漂亮。那整个这个主卧呢，它是可以把这个门推拉门是可以给拉起来的，就有一个 privacy。这边有电视以及各种的储物空间，它这边的储物真的是很多。你看它的做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这有个小电视，还有个小音响。主卧的另外一边，拉开这个门，居然是这个主卧自己的一个浴室。这个浴室呢，它就是一个全卫，它有卫生间，然后有淋浴，就很全面的一个浴室。这个凳子还可以放下去，然后洗完了还可以放上来。这个超级酷，有没有？这个一看就是整个做工也都是非常的精细。然后这辆车也是50万美元，48万几，48万多，包括了车头，刚才都是包括了车头的嘛。This is my friend Dustin. If you want to have a super cool RV, or if you already own one and you have issue with it, bring it to him. See me. He is the best. They are the best in Las Vegas. Not one of the best. They are the best. They will take care of you right away, right? Dustin. 下一个带大家看一下这个 B 型房车啊。这 B 型房车就是我说的很紧凑、很紧凑的一个房车，它也没有 slide out， 但是呢，它就比刚才的那个 Ram 那个房车更加的紧凑。我们上来看看，你看它这个也是哇，磨砂质感的啊，一个感觉。它这边的房车都很漂亮。看看这个多少钱？这个车的名字叫 Storyteller， 2025，然后是20万5743。20万，然后包括车头，就整个20万，我觉得还可以哦，这个价格，因为它前面是 Mercedes 的嘛。啊 ，B 型房车哦，这个 B 型房车一进来呢，就看到它的驾驶室是非常豪华的 Mercedes 配置啊，它的整个操作盘、驾驶空间，还有它的座椅啊，以及这些内饰就看着是非常高级的内饰，但是因为是 B 型房车，所以它的
整个房车的空间就看起来会比较的拥挤，比较的小。然后呢，这边是一个座位，应该是可以放成床的。然后一般情况下呢，这是洗手台哈，然后这边可以放一个电磁炉之类的。一般情况下 ，B 型房车这边的空间就是会做成一个卫生间，包括淋浴的卫生间，但是就是空间比较拥挤。那 B 型房车的经典之处呢，就是把这2个放下来，它就是一个床。然后如果说后面有海有山，门一打开就在床上就可以看到美丽的风景，然后下面呢整个就是储物空间。这是 B 型房车的一个比较经典的配置啊。然后大家能看到很多玩房车的年轻博主啊，他们有一个 B 型房车，就比如说在这儿冲个咖啡，早上起来一拉门，这边就是海就是山。看这个 B 型房车啊，虽然它比较紧凑，也不能扩展，但是呢，一般情况下 B 型房车的价位都比我们 C 型房车可扩展的 C 型房车要贵。考一下大家，为什么不能扩展的 B 型房车，比较紧凑的 B 型房车的价位反而要比 C 型房车要贵呢？有没有朋友知道呢？这一排都是 B， 这2辆呢就是比较紧凑的 B， 然后那边就是 C， 然后这边就是我们的 C， 这是我们的皮卡。哦，这个和我们的房车是一样的 ，T Brown， 就是 Sword， 它这边卖多少钱啊？13.5万，然后它市场价是21.6万，打折呢，都在打折。它这个对和我们一样，除了外观它是灰色的，我们是黑色的以外，它也是 Slate， 和我们是一模一样的。这个21.3万，现价18.1万。对，这是不同的厂家。然后那边是 T Brown，Thor 的，这个是 Vietnam，I don't know。然后我们是不太喜欢白色，就浅色的房车，因为浅色的房车我老觉得像租的。这边也有 T Brown， 他们家的房车还是蛮多的。Van City 呢，是我在 Vegas 找的，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一家维修的厂家啊。因为大家知道，我跟其他的厂家有闹过不愉快，因为实在是太慢了，工作效率太低了。但他们家虽然这个场地不是很大，这是他们的维修部，里面有辆车。然后这边是 Service， 就是维修部，然后前面呢就是Sales， 就是卖的。所以，如果在 Vegas 周围想要维修房车的话，可以尝试一下他们家，因为他们家目前为止在 Vegas 真的是我认为是效率又高，然后态度又好，反正各方面都是非常好的一个维修房车的地方，叫 Van City。我们的房车也取上了，我们房车啥问题呢？之前那个维修的厂家给我把那个棚子安坏了，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我们在班夫下雨，在外边吃饭，然后棚子里边下小雨，然后放在这儿，人家3下5除2就给修好了。这家 Van City 真的是我这么些年有房车，因为房车小毛病真的太多了。然后在 Vegas 周围这么多维修的厂家，我跟他们拉扯呀、维权啊，各种下来，这一家真的是又快又专业又好，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很专业，关键是很专业，动作又快。接下来富贵就要开着房车去加个油，然后我开着皮卡回家，因为我们明天呢就要开着房车去洛杉矶待几天，因为洛杉矶这几天比较凉快，我们带着小狗狗去避避暑。前几天我们不是去看了那个50万的 Hilt 那个房车吗？这个车就在我的心里啊，哎呀，一直浮现，因为它实在是太帅了，它的确是让我对于紧凑型房车的这个感觉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啊。正好借着这个机会，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新手选房车怎么来选吧。毕竟我们也是拥有过2辆拖挂房车，现在是开着一个 C。那房车无外乎就是2大类嘛，一是拖挂，二是一体型的。那拖挂呢又分3类，一个是 Airstream， 一个是第5轮，还有一个是就是非Airstream 以外的那些拖挂的房车。然后非拖挂房车呢，那就分 B 型房车、C 型房车、Super C 型房车，还有 A 型房车。那 A 型房车和 Super C 呢，就是其实类型我觉得差不多，都是一个很大的车。然后 Super C 呢就是一个车头。你觉得它的区别就是一个有鼻子，一个没有鼻子？对，富贵说的区别就是一个有鼻子，一个没鼻子，一个就只是脸。
对，这个说的对，但是其实里边都是可以扩展，然后空间都是非常大，而且就是顶级的 A 型房车和 Super C 都非常的贵，都要而且好像就是 A 型房车它比这个 Super C 就更豪华。A 型房车更豪华吗？因为 A 型房车好像大概其都应该在100万美元60-70万就以上50到100万，然后甚至再好100到200万美元之间。有些美国老年人就是到岁数大了就把房子卖了，对，然后就花100万买了一个房车。买了一个房车，其实它就是一个移动的房子嘛。对，就是你冬天可能我就开到佛罗里达。然后冬天往南开，夏天往北开，对，我就可以永远待在舒适的地方。但是我觉得 A 型房车呢，它一定是需要你有一个非常非常足够的时间，你肯定不能天天我动来动去的，就是我可能一开到这儿，我一住就住个1个月2个月，对，住2月。然后因为 A 型房车你一定是要拖一个小车的，一定要拖一个代步车的，因为A 型房车和 Super C 它体积比较大。你没有办法就是在城市间穿梭嘛，但是这个呢，其实就比较适合，我觉得，比如说退休了的老人，或者是一大家子人想要就慢慢的旅行、慢慢的环美的这种情况，我觉得不适合，就是我们普通人，不管是操作起来呀、开起来各个方面，其实不适合新手房车玩家。再一种房车呢，就是 B 型房车。B 型房车呢，我认为，有点过于拥挤了。但是它的确是非常紧凑，非常方便，因为它跟开了个面包车出去没什么区别，不管是停车啊，或者是上山下海啊，都非常的方便。你想要 dry camping 啊，也是非常方便的。比如说啊，父母想带着小孩周末去海边待一下午，这个 B 型房车也是非常方便的。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像追求比较舒适和空间。At the same time 的时候，我觉得 B 型房车对我们来说有点挤，尤其如果说我们2只狗狗，的确是就是一地的狗，就没有地儿下脚。我觉得好像 B 型房车更适合，就是说，就是其实它就是你家里的另一辆车。对，就是你平常你说你开它出去买菜也行，也没问题，什么毛病，就是一个大面包车嘛。对，那你说你去机场接个人也没问题。对，你像咱们上次不是去那个。咱们去提房车的时候，人家不就开了个 B 来接咱们嘛？对，所以它也没有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它可能更适合就是野营的人。对，就比如说我开到一个特别荒的地方，对，或者上山啊，上到山顶上去啊，对，因为它的越野性相对这种还好一些。对，然后再加上 B 型房车，其实很多人都是就是把它改成一个办公室了，对，就是可移动的办公室。像我很多人好像就一个人，一个人，比如他在硅谷上班。他就买一个 B 型房车，他也不用租房子，也不用买房子，对，你直接停车场，或者是没事的时候，或者你不需要坐班的时候，你就完全就可以，比如说到山里边、到海里边去海边哈去待着。其实我觉得对于大众来讲啊，就是咱们不说那种一小部分人，就是对于大众来讲，其实在房车选择上，无非就是2种，一种就是拖挂式房车，还有一种就是 C 型房车。对，拖挂式房车呢，其实就是像第5轮，那第5轮呢，其实很多美国人他没有房子，他常年住在营地，就是用的第5轮。对，其实第5轮特别好，它里边的空间它可以有的是两边都可以扩展的，然后呢，它在拖挂的时候呢，也没有像 Airstream 就那种摇摆的问题，因为它是整个 hook 在它的那个皮卡的后面，更稳健一些，而且它里面的空间也更大一些。我甚至看到有些第5轮后边有一个就是可以放车停车上到第5轮的一个车上停车场，就这种我觉得也蛮酷的。但是呢，对于想要开始玩房车的新手朋友们来说，我们最推荐的还是 C 型房车。就我们现在开的这一款 C 型房车，第一它出行非常的方便，就你不需要去拖挂呀、去挂钩啊什么的。第二呢，它兼顾了实用和舒适，它的 slide 一打开，里边的空间非常大，它最多能睡6个人，对吧？它能睡6个人，就挤一点吧。对，6个人是有点挤了，但是就是我觉得对于我们普通的一个小家庭 ，C 型房车是最舒适、最方便的。你看我们在那个温哥华 Costco， 大家看我们开着房车去 Costco 找停车位，那个停车位已经算是在温哥华算是非常非常小的了。
但是我们的那个房车也刚刚好卡在了它的2个线里面，就其实它在出行方面还是非常非常方便的。我们上次去那个佛罗里达，去我买雪茄，去那个古巴街，就是停在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小停车场里，对，它也停下了，它也停下了，就虽然紧巴一点，虽然它没有 B 型房车那么的紧凑，那么的方便哈，但是它的确是在一体式房车里边真的是算是非常方便了。因为我们之前的2辆房车不都是 Airstream， 都是没有办法扩展的，你就算买一个33尺的 Super Long， 就最长最长的，它也只是长，它中间这个过道还是这么小，你2个人错身还是得就是这样过去。就虽然我一直在说，哎呀，易拉罐，我们的频道也是以 Airstream 命名的啊，但是说句实话，如果未来有机会，我会不会再买一辆 Airstream？ 我不会。就是它呢，的确是非常好看，也是一个就是美国房车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笔啊，因为它是老字号嘛，老品牌嘛，它的不管是设计啊还是什么都是非常有特点的。你相比其他的一些房车，它是非常有记忆点的。但是呢 Airstream 其实它的性价比我们觉得并不高，而且它的实用性也没有那么高，舒适度啊，它其实我认为比起 C 型房车来说还差那么一点。它的做工咱没得说啊，它里边的不管是柜子啊还是这些软装的这些东西，做工是一定是没有问题的。但我觉得对于新手来说还是有一定的难度，毕竟第一，它出发你要拖上这个钩，回家你要卸开这个钩，然后它的这个4个掌握平衡都是要手动的去摇来去掌握平衡，还要有一个水平仪去测。像富贵儿那天就跟我说，哎呀，我现在用这个C 型房车，只要按个钮，30秒它就自己掌握好平衡了，就是完全是自动化的。但是 Airstream 就不是 ，Airstream 它就是比较各方面都是比较复古哈，就是它就必须要手来摇，而且它最大的一个缺点，我觉得是它没有发电机，它的那个电池容量很小。你如果想要 dry camping 的话，很容易就没有电，你也不可能用微波炉，你也不可能用空调，因为它没有电，它没有发电机，自己的发电机。但是像我们 C 型房车，我们就有一个发电机，我可以停在任何地方，想要开空调随时开空调，想要打电打起电来自己发电随时发电。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方便的，是在生活上非常让人觉得舒适的一点。就是从这个面积来讲，你说我们的 C 型房车，我们有一个大双人床，对，然后我们的卡座是把它放平了，也可以睡人，然后我们还多了一个抬头床的那个位置。那你说 Airstream 它也是一个大双人床，它也是中间那个卡座沙发，你要把它放平了，也是可以睡人。其实从这个睡人的面积是一样的，甚至 C 型房车比它还多了一个抬头那个床。然后另外就是我们把 slide 打开以后，我们在车里的活动空间变得很大了，对。但是 Airstream 就没有这么大的一个活动空间。另外一个呢，就是方便度来讲，个例了啊，比如说我们遇到一个极端的，不管是我们遇到坏人也好，我们遇到战争也好，我们遇到了山火也好，我们遇到了地震也好，我们遇到了海啸也好，如果要这种突发状况的时候，咱们是啪把那个Jack 收起来，对，开着车就走。你 Airstream 还得倒，你还得对上，你还得对上，对，还得对上，你不是一倒就能倒上啊，你对上，你再把它挂上。还有一个事情就是安全性，不管是你在开车的时候，像我之前出车祸，就是把我的那个 Airstream 开翻了嘛，是因为死亡摇摆嘛，当然是我的问题，但是这个是的确是有这个概率在。第二呢，就是你住在 Airstream 里面。你的房车和你的车是分开的，就万一像刚才富贵说的有一些极端情况，比如说外边来坏人了，我想要跑，就算我房车不要了，我也得先从房车出去，再上我的车才能跑。但是你出去的这过程已经碰到坏人了，对，就是这个心理上你就会觉得，我的脚不在我的身上，我只能在这儿待着，如果有什么问题我只能躲在我的房车里。但是像 C 型房车，就是你真的就是开着车就走了，你也不需要出门，你就把 slide 一收就直接走了。对，而且你说你的所有，比如说你把这个
那个4个 jack 给收起来，你在车里都可以完成。你不需要到车外边去。对，就大家可以就是代入一下，就这个场景，不管是你是在山里啊，或者是在哪里，你遇到了一个极端情况，你的脚和你的人是分开的，这个感觉其实是非常不好的。当然这种时候是这就很少情况哈，但是就万一呢，就这个心理上是会有这么一个担忧。另外呢，就是如果说真的就是有朋友就真的就是想买 Airstream， 那我跟大家提个醒了，就是因为我们也是长的短的都用过哈，一定要买23 feet 以上的，因为我们当时第一辆房车是 Airstream 20 feet。当时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房车，特别可爱，圆圆的。然后我们当时就觉得，哎，我们第一次用拖挂房车，一定要买个小的简单。其实并不是这样。其实，在房车拖挂的时候，你往后倒车是一个很考验技术的事儿，因为你的方向盘往哪边打，它的车后边的拖挂是和你的车是反着的。就整个操作，你的这个脑子是要想明白它是反着的。20 feet 的房车就非常的难倒车，因为它后边只有2个轮子，所以你前面的方向盘稍微打一下，它后边就就这样了，然后你稍微往回打一下，它又到那边去了。所以就是它非常的难控制打轮的这个力度。我就印象特别深，咱们第一次开那个20的房车去黄石，对，然后中间不是咱们想去麦当劳，吃个麦当劳嘛，就在那个麦当劳就倒了40分钟，后来好像是没吃吧，还是怎么就走了？就记得说不吃了，饿着吧。就是因为它那个后边那个房车只有2个轮子，是因为它短嘛，它只需要两个轮子，然后它就很容易偏。但是后来我们发现，后来换了25 feet 的 Airstream 以后呢，它有2组轮子以后。它其实反而对于倒车这个要求就没有那么高了，这个可以和大家想要买拖挂房车的朋友提个醒，就最好是买一个稍微长一点的房车。补充一个，因为就是你要买短的，就是你买那个皮卡，一定是那种就是像福特有那个自动倒车啊，对，那个就很方便了。对。叫倒车辅助，福特有一个倒车辅助，我们当时在开拖挂房车的时候，我们觉得就是非常的管用。它有一个有个钮，就你不需要去转方向盘，你只需要去转那个钮，你扭那个钮，然后你的那个方向盘就自己在那转，就是很智能，很方便。对于我们来说，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功能啊。另外，其实还有一个性价比，我觉得 C 比 Airstream 可能性价比还会高一些。你要买一个 Airstream， 你必须要有个皮卡，除非你家里已经有皮卡了。对，如果你家里没有皮卡的情况下，你要买个皮卡。你买个皮卡，像我觉得1500拖起来其实还是费劲。就是你至少要买一个2500，就是柴油版的或者什么的，拖起来有劲儿嘛。250或350之类的。但是你要买一个250或者350，大概其实应该也得7、8万、10万美元了，小。就现在。差不多，就是咱们就不用你不用你说福特是吗？对，就福特差不多，我们就算8万到10万，最基本的配置，对，8万到10万美元。然后呢，你再买一个 Airstream， 差不多15万美元左右，那你加起来要25万美元。对。但是你这个25万美元，你有一个好处什么呢？比如说你家里没有其他车，你的皮卡可以当你家里的用车，这个也是一个它的优点。但你要买一个 C 型房车，比如说。因为 C 型房车分2种，你就不能当家里用车来用。对，一种是奔驰的，奔驰的就稍微偏贵一些，还有一种比如福特的呀什么这些就便宜一些。你像福特的 C 型房车，它好像就10万以里就可以买一个，但你奔驰可能要10万到20万或者20万以上这个期间。但你如果说你家里一定还得有一个用车，就这个你只是一个房车就把它固定在那儿了。所以从性价比上来讲，其实我觉得可能 Airstream 性价比它会更差一些。但是如果说家里既没有车也没有房车，又想要房车又想要个车的话，B 型房车是比较好的选择。对，就你干啥都行。对，既能当房车又能当车用，而且方便。还有一个，其实我觉得挺重要的一点就是，你选房车，你首先得了解你自己的旅游方式，你自己的房车的方式是什么。对，你比如说喜欢野营的人，对，那你一定是买个 B 型房车呀，或者你买一个咱们看的那个福特的那个
50万的房车呀，或者还有一种德国对德国的那个房车130万吧。对，我们之前富贵看了一辆可帅的房车了，巨牛逼。然后就那个德国那个 man， 因为当时我们不是正好要换房车嘛，他说这个帅呀，才13万，你买这个吧。然后结果他数了半天，哎，我好像少算了一个零啊，是130万，130万美元。对，但那个车是真帅，真帅。对，就好的房车，贵的房车真的是有太多贵的房车了。对，那我问你，富贵，如果说未来在不考虑钱的情况下，就也给你100万，给你200万，就你随便花的情况下，考虑到舒适，考虑到你的旅行方式，考虑到所有的，你想要换哪种房车？我就买个130万的房车，就越野型的，因为它一定就它里边的所有设施就肯定比咱们要好，咱们一走螺丝钉掉了，什么灯罩掉了，那个就肯定不会掉了。它里面一定是对，就是做工都是非常非常对，而且它越野性能啊各方面呢，你像咱们这个过个那个减速带都咔一声，那个你就不存在这些问题嘛。当然，那个越野房车肯定是特别好的，因为它具备了所有的你的 C 型房车的功能。而且你的整个舒适度又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对于大众来讲，因为那个毕竟你说130万一个房车，你是一套房，差不多一套房子的价钱了。我觉得那个就是毕竟不是，那就是梦想哈，对，不是普遍的大众的一个选择。但我觉得大众选择其实。C 型房车真的是最好的，真的是最好的。就我们用下来，真的是兼顾了舒适和实用。而且你知道，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你买 Airstream， 你买拖挂式房车，你要有一个非常好的计划性，因为你不可能住在路上，你一定要住在营地。你甚至比如说，我从 Vegas 我去佛罗里达，那我这一路我都要计划好了，我今天开多少迈，对，我要停在哪儿。因为我现在要定营地，我不能说我到那儿没有营地，然后我要去住加油站，对，那 Airstream 肯定住加油站就不合适了嘛，你就不方便，也不方便。对 Airstream 的话，你就一定像这种拖挂，一定是要住在营地的，就是你偶尔去个深山老林里，偶尔在个停车场里住还可以，但是你要长期规划一个行程的话，你一定是要有非常好的计划性的，因为它第一它没有发电机，第二它太长了不好停车。所以这个就需要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计划性。对，那我是觉得就是现代人可能没有那么强的计划性，除非你只是咱俩没有计划性，大家都有计划性，只没有咱俩不是因为你一年你可能有很多事情，就你可能会随时要变化来变化去的。如果想要像我们一样，就是说走就走。就今天兴起了，哎呀，天气不错，我们去山里带着狗玩玩，或者今天怎么着，我突然间想去佛罗里达了。这种像我们这种一时兴起的人，还是一体房车比较方便一点。对，因为你不用考虑营地，就是我今天路上有我就住营地，我没有我住加油站也行。对，就是再不行 rest area 也可以。对，我觉得就是它的灵活性非常非常强。它唯一的一个小缺点就是，其实它在城市里边你是没法开的。像我们比如去洛杉矶啊，你比如说你去西雅图啊，你去温哥华呀，对，这种城市里边。你没有法儿，说你开个大 C 型房车，你去开来开去。对，尤其在 LA，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回趟 LA， 我们既要开着房车，也要开着我们的皮卡。这样我开着皮卡在 LA downtown 附近开车就比较方便一点，就不可能说开着 C 型房车出去溜达。对，如果让我下一辆在不考虑钱的情况下下一辆换的话，我就换我们那天看到的 Hilt， 我觉得那个真的好帅啊，好酷啊。我好喜欢啊！它里边的那个空间比我想象的要大，但是它的问题就是什么？它的车和房车也是分开的。对，房子是房子，车是车。对，但是它的越野性能就比较强。就我接下来我如果说继续房车旅行的话，其实我更想要玩的野一点了。享受型的房车旅行方式，就比如说慢慢悠悠的走啊，然后在营地里走啊，在城市里走啊，在国家公园里走的这种享受型的旅行方式，我已经玩的差不多了的前提下，我想要更越野，尝试多一点那个 dry camping， 就是没有营地的情况下，没有电的情况下，没有这些上下水的情况下的这种更野的玩法。
好吧，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就如果有房车相关，或者是选择房车、房车旅行相关的任何问题，可以在下方留言，我们再来做进一步交流。拜拜。